有人把我们扛起来了，我们应该怎么防身呢？第一，一定要记住，如果有人过来扛你了，你能马上发现的话，第一步需要做什么呢？把你的脚一定要先撤出去。目的是什么呢？保证自己重心的平衡。你如果不撤出去，这样对方直接一拔就把你拔起来了。但是你要是撤出去，看，你就有很好的这个稳定性来支撑自己了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办呢？马上用你的手推开对方的头，这样的话，对方和你的距离就会远一点，那么你的安全距离就会更多了。你可以顺势的推开它之后，用肘去打它的头，或者呢用脚去踹它，然后迅速逃跑。那么当对方把你的腰抱住，你没等把脚撤出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对方抱住了，你要迅速的把对方的头向下压，只要你压的足够低，对方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整个力量再往上拔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膝就有很好的攻击位置，你可以下压的同时，马上用你的膝去攻击对方的头。只要你一下攻击到对方的下巴、鼻子，任何头部的位置，对方就会晕倒，然后你就可以迅速逃跑。一旦我们被对方已经抱起来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双脚都已经离地了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可以迅速的用你手里的手机去砸对方的脊骨、肩胛骨这些非常脆弱的露在外面的地方，一定用这个棱角压强非常大的地方。或者呢，如果你能把腰挺起来，去砸他的头部、耳朵、颞骨也是可以的。只要这一下命中，对方就会非常疼痛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快速逃跑了。如果背后把我们抱起来怎么办？其实哪一种抱都是一样的。你有预判，已经把你抱住、把你抱起来的时候，一般来讲，我们有预判的时候，那么就一定要马上和他拉开距离，保证自己重心稳固的前提之下，再去压他的头。肘击他的头，用膝攻击他的头，迅速逃跑。那么一旦把我们已经抱住了，在身后的话，我们可以想办法用腿勾住他的腿，达到一个自己身体跟他连一起的一个作用。那么这样呢，他就像抱自己一样，无论他有多大劲儿，都抱不起来自己。如果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，对方在你对面的话，那么一定要尽量的往前压他的头。只要你的这个头压得足够低，他是力没有办法向上使的。第三种情况呢，就是抱起来的情况下，正面抱起来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，尽量的用手机的棱角去砸对方的后背的位置。如果从后面抱起来，双脚离地了，怎么办呢？用你的双脚的脚后跟，这个时候呢，穿鞋，一般来讲，脚后跟的位置都是很硬的，可以说是刨这样去刨对方的什么位置呢？这个膝盖骨的下面的小腿骨的位置，只要一下有效的命中。对方一定会疼痛难忍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快速逃跑了。在家练习2招，就可以应对80%以上的街头危险。哪2招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跑步，第二个呢就是俯卧撑。跑步怎么跑？千万不要想着我一直这么匀速的跑，这样呢只是锻炼了耐力。你要怎么跑？变速跑，先是特别急速的加速跑，然后呢变成大跨步的去跑，把这个步拉得大一点，然后呢再去匀速的跑。这样呢，既把爆发力还有你的耐力都把它练出来了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多做俯卧撑。其实最简单的，你每天做100个，坚持1年，你看看你什么样的身体素质。这样呢，你的整个的推力、核心的力量群都会得到很好的锻炼。举个简单的例子不需要太多的擒拿呀，怎么样的。如果有人过来对我们进行简单的威胁，你这么直接推出去，直接把对方推个跟头。你看对方给他的威慑力有多大？这个时候他一般来讲都不会太过冲动的过来伤害你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你的实力了。那么跑的作用我就不多说了，无论是短跑、长跑或者是耐力跑，只要你有足够的速度，一般的危险你都可以避而远之。所以呢，说到最后防身最基本的不是那些技巧性的东西，而是你最根本的功力上的东西。我总说技术是没有高低之分的。你的一个直拳练10年，要比你会10年很多花哨的功夫要好很多。一招精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它运用自如。所以永远记住，技术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有功力有没有深浅。泰森用直拳跟你用直拳，当然一定是2个级别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普通人防身，我们只要每天坚持好这些基础性的训练，那么就可以应对这些日常的一些简单的危险。
人体中最薄弱的环节都有哪些呢？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可能是喉咙。但是呢，你想把这些地方给命中的话，其实还是很难的，因为它都在我们人体中线上。正常你来攻击我、踢我，我可能马上就会身体做出反应。所以呢，要想把对方的裆部给踢住，其实在街头格斗之中还是很难的。那么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个非常薄弱的地方，就是头发。这个来讲，要比你的其他薄弱环节好攻击的多。因为它比较长，比较面积大，然后我们直接去抓，很容易把它抓到。抓头发呢，一定要记住反向去抓。比如说，他再来向正面打我的话，那么你可以怎么去抓头发？不要抓前边的，抓后边的，然后向前去来，这样呢，直接就可以把它给扣在下面。比如说，对方过来把我的腰给抱住了，那么我想抓他的头发，把他放倒，抓他侧面的头发，直接向这面翻，直接就把对方给放倒了。你不要在正面抓头发，那么如果你想抓正面的头发，比如说他推我或者打我的过程之中啊，我可以闪到他的侧面啊，这个时候抓他正面的头发，直接向下就把对方给放倒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头发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薄弱环节，就算你什么武术基础也没有，什么格斗训练也没有练习过。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啊，在街头打架斗殴的两个人、两个女人、两个男人，都是相互的薅扯头发。如果一方得手了，另一方一定会被牵着走，因为这个位置一旦被牵制住了，基本上你就没有还手之力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想通过击裆、通过打他眼睛、打他其他薄弱的地方，还不如直接抓住他的头发。记住我刚才说的要点，想让他向前边倒，那么你就抓后边的头发向回扣。想让它向后倒，就抓住它前边的头发往下扣，这样呢才符合最基本、最实用的一个力学原理。如果说啊，我们一旦抓住了对方的头发，你不要直接想着抓完头发把它放倒就拉倒了。一般来讲，这个放倒之后，你还需要进行下一步的补击，这样的话才更有利于我们迅速逃跑。因为这个呢，虽然可以牵着走，但是放倒之后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一个有效的打击。所以呢，你放倒之后还可以进行下一步有效的打击，然后呢，再安全的脱离危险现场。那么有的朋友说了，这个头发长抓的很容易，如果头发短，岂不是没有地方抓了？记住啊，我刚才所讲的这些，其实没有头发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想抓他前面的头发，没有的话，你可以推他额头，推他鼻子，一样的道理啊，直接这样向前推，或者推他的额头向前推，推下巴，一样的道理。当你想从侧面，比如说我的侧面头发很短，不容易抓，怎么办？你可以抓耳朵，只要你把耳朵抓住了，向回一扯，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。那么你想抓到后边的头发向前扣的话，也是一样的，拖住他的后脑勺，直接向后，也是可以把对方给放倒。光线暗的地方呢，我们来说杀伤力最强的武器就是我们的这个甩棍。这个呢，无论在什么场景啊，一般来讲，我们只要把它拿出来了，都会威慑对方。对方看住了呢，基本也就不敢再做什么太过分的举动了。一般来讲呢，你不要把它拿起来，你只需要呢把它藏在我的这个腰间胯下。那么一方过来了，哎，我马上放在我的胸前，只要过来打，或者呢握住两头，封打，封打，这样呢还是比较适合我们普通的街头防身的。如果你只是这么乱挥乱打的话，很容易让对方找到空档。一定是拿好，对吧？然后对方过来，我直接打，或者呢用我的后边去打，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再说隐蔽性比较强的一个武器，这个呢可以放在车上，可以呢随身携带，就是我们的腰带，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把它拿下来当成我们的武器。还是主要的拿法呢，把它折叠，手从中间穿过来，握住，这样呢去抡，千万不要想着我可以让它越长越好，这样去抡打。那么受伤的一定是自己。还可以怎么拿呢？把它多缠在手上几圈，最后呢，把它握在手中，靠这个短的这个距离打对方。一定不要拿着特别长的这个去打。放在车上最实用也是威力最强的武器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小型灭火器。这个呢，只要你放在我们的主驾驶下边，或者呢你的中央扶手里，位置足够大，也可以把它放在里面。那么一旦有坏人过来威胁我们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，可以喷对方，然后呢趁此机会快速逃跑，也可以直接把它拿在手里，对方过来了啊，挡挡
打也是非常不错的武器。千万不要想着把它丢出去啊！一旦你把它丢出去，那么被动的一定是自己。而且呢，我们的灭火器放在我们的主驾驶下面，既可以当你车辆落水的时候打碎车窗迅速逃生，也可以怎么办呢？自己的车辆起火，或者是其他人的车辆起火，也可以第一时间把它拿出来去应对非常的突发情况。最实用我们的防身武器是什么？小巧简洁而且方便携带，就是我们的战术手电。记住啊，选择战术手电，一个功能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一键爆闪。你不能调来调去，调半天，爆闪功能才出来。一定是你拿在手里的第一刻，我只要按上了，哎，这个手电马上它就闪出来了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一旦光线非常暗的地方，你只要把它拿出来，对准对方的眼睛，你都不需要打他呀或者踢他，有任何肢体接触，只要对方的眼睛受到我们的这个强闪光的这么刺激，它一时半会儿是反应不过来的。这个时候你就有足够的时间迅速逃跑。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经常放在包里呢，电池一定要牢靠一点的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一定要有一个保险装置，不能自己在我们的包里压来压去，它就亮了。时间长了呢，没电了，我们却不知道。一到关键时刻，你把它拿出来，它不亮了，那么一样是非常耽误事儿的。